Hello，大家好 ，Testing 能听到吗？能听到，给我们一个演示啊。上一次一开始mute 了，听不到那今天是2024年的3月5号，我们有一个突发的直播那为什么有突发的直播呢？因为我们今天来拍 YouTube 的视频，拍完之后我发现 Rich 前2天又买了一些股票而且大家关不关心 Rich 买了什么股票而且呢是一买了之后马上涨了30-40%好厉害30有一个30多，有一个30多，没有40没有40OK，还有那个一会儿他自己来分享那当然 Rich 说，哎呀不要啦，他不太愿意分享他买了什么股票所以大家要给多点支持把今天的视频分享出去我们鼓励一下 Rich， 因为 Rich 是很大的牺牲为什么他这么大的牺牲呢因为我觉得这个年轻人学了一些技术分析之后真的是很准现在是比我准了他是这个自己下了苦功学的所以呢是看得比我更准所以我觉得这个我都想学大家不知道想不想学想学的也可以写一下想学那也是给 Rich 一个多点鼓励好不好那今天呢我们这个直播live时间可能或长或少这个总之人数多留长一点，人数少我们就快快的结束也可以大家有什么问题也是可以直接在留言区写进来那 Rich 一会儿看看有没有时间来回答大家的问题今天是突发的，所以也没有预先的那个安排的所以呢就是随缘了，随缘和随意了如果你是看重播的话，也可以给我们留个言，再看重播，那我们知道之后也知道你是在看重播的当然互动直播互动多一点，也可以马上问多一点问题所以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 和 Facebook 的频道包括我们的 IG 的频道的话，那也欢迎大家马上订阅，因为我们真的有时候是突发的想到了来一个直播给大家创造一点价值，是不是那能够互动直接来我也能看到大家的留言呢是更好Rich不如这样讲一下最近买了什么股票大家猜一下他买了什么股票大家可以猜一下或者是你想到猜一下我在那个我先给个提示，就是我是在我的短线的那个户口那边买了2只股票然后当中七啪啪说过有一只买了几天之后涨了30%几那这个提示也是蛮大的那大家可以猜一下我之前前几天买了什么股票OK， 大家可以猜一下OK， 那不如你先就开股了时间有限大家要猜就马上要猜然后要不然给大家看一下 Rich 的一些买卖的一些记录了OK， 哇，有一个同学说了 SMCI 那个是其中一个那还有另外一个股票就是在旁边有显示的这个叫 Celsius 它是一个能量饮料的公司那我也是在它60几块的时候买入的SMCI 呢你看我这2只股票也买了2注那我第一注的时候是买的那个份额大一点那这个 SMCI 是在890多块的时候买了第一注，第二注呢是1000多买了1注你之前是在以前是多少钱买的？200多315 315买的然后是这个970放的我陆陆续续也有放最后的那一注呢就是大概970多放的。那为什么是800多870又买回来呢？你是看到什么了马上来给大家。我要说一下其实我是没猜到它会在我买入的第2天之后就说被纳入了这个标普500那我这个是事先不知道的所以没有内幕消息的，不是听了那个消息再去买的。对，所以就是大家如果不熟悉技术分析的话来科普一下，技术分析其实就是通过观察
这个市面上的这个股价的资金波动的流动和资金的流动，所以你要看成交量等等啊。一会儿 Rich 演示一下啊，如何可以用技术分析来做到预测到一些资金的流动，因为一定有些人会有内幕消息的，我们小股民没有，对不对？但是一定有人会有一些内幕消息啊，所以这个靠技术分析的话，可以相对基本分析的话会得到更及时的一个资讯，对不对？那当然我们在这里要重申一下啊，在这里不是建议大家买任何股票，我们是不做任何的投资买卖的建议的啊，纯粹是一个案例的分享。我们想分享就是技术分析怎么去运用，怎么可以在捕捉一只股票涨之前捕捉，或者是一只股票要跌之前也是看到马上离场是一个学术性的分享所以呢我还是那一句最好大家是学会了再去做买卖，再去做投资，因为投资肯定有风险，也不一定会赚也有可能会输就算怎么技术高超的话我觉得首先还是要做好这个风险管理Rich 你觉得是不是对，没错然后呢，因为我自己这两个都是在一个短线的角度去操作的，所以呢，我自己在买的时候呢，更看重的是一个技术面那待会儿可能会跟大家讲到。然后呢，因为这两个也是一个短线的买卖，所以呢，我也是会涉及到止损的那所以第一大家不要盲目的看到这两个号码，然后冲进去买那第二呢，其实这两个只是一个学习的案例那更重要的是你学到了之后呢，可以在未来把握到下一个 SMCI 或者是下一个 NVIDIA 的股票。特别补充一下如果是特别是 GNT 有跟我们学习了一段时间的同学，我们补充一下，在 GNT 里面我们强调要分清楚投资和投机，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对吧？投资比较长线，看的是公司背后这个股价背后的公司它的业绩，投机的话更注重的是一个股价的波动未来股价会涨，股价会跌所以技术分析的这个比重就多一点所以 Rich 这一次的操作是中线或者短线，甚至是短线的一个操作那所以大家要分清楚所以七八八有时候很注重就是你要明白自己是投资还是投机。投资的时候经常有人问为什么不设止损或者止盈这是在投资。投机的话那止损止盈这些技巧就变得有用了好那Rich 交给你了。OK 那我们现在呢，要不就分享那个TradingView 的画面那大家还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现场问了我们总之分享完了，回答完了问题了，我们就今天就结束了OK。好的大家能看到我的画面吗我放大一点给大家看一下。OK 那我先来说一下Celsius 吧，按照这个公司我看它呢也是一个短线的角度。那先讲一下我是在哪里买的我第一注呢是在这里但我没有在最低位的时候买，我当时候大概是62块左右然后呢，第二注呢是它突破了这个前面的高位的阻力的时候呢，我在这里加注了我的剩下的那个注码然后呢，现在好像我看一下这几天一个礼拜多一点吧，有大概30%的回报然后就是这样。那我先来详细的讲一下我的那个思路就是第一，我看到它在最近呢它是有一个很好的这个底部的调整的阶段然后呢，在前段时间出现了一个假突破之后呢，就导致了这个股价往相反180度的方向发展然后呢我们看到在我们回到那一天的时候这一天，那我切到一个小时图给大家看我当时候是这里买的，应该是这里然后当时候呢，我看到的几个因素就是第一
我看到的是它有一个低成交量的回调回调到了一个10天线，和这里呢也是之前的一个这个高位所组成的一个支持的区间那它是以一个低的成交量回调到这个区间，那再结合一个10天线和一个前面的高的这个股价的高位组成的这个支持位所以其实是一个多重的优势而这边呢我们我在这里呢是买入了第一注然后呢它过了几天之后呢其实是发布了业绩那我们看一下它业绩呢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图，我给大家放大来看一下这里那它第4个季度呢数据是相当不错的它有一个很好的增长earnings per share 也是有200多%的一个正增长也是非常强劲的那我当然事先是不知道的我只是在这里看到它有很多的支持，并且这里是一个低成交量的回调然后呢我在这里买入，然后到这里的时候它曾经在盘前的时候是蛮波动的这个Celsius 我给大家看一下它在盘前的时候呢是很波动的这一天然后呢我看到的是它在盘后是从68块跌到了63块，然后呢我现在呢切回到一个5分钟的股价图，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那一天发生了什么在那一天它曾经是裂口的低开但是它在前5分钟之内那5分钟已经涨了很多，我们再切1分钟的话呢，你就更能看到它在前几分钟之内它是从63块涨到了68、69，甚至是破了新高那我由此可见那再加上它的成交量呢也是蛮大的那我在这里呢判断其实它是一个很强劲的动能并且是破了前面的新高，所以呢我在69块多的时候呢买入了我剩下的号码剩下的注码，然后呢就一直持有到现在那这个是第一个Celsius。那第二个呢就是 SMCI 那 SMCI 呢我看的那个层面呢就相对更短线一点我看的是一个小时图那小时图呢我这里也是先把那个常规的先把这个盘后关掉那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在我第一注是在这里买的那当时候呢我看到其实它是以一个很大的成交量突破了前面的这个阻力形成的区间那这个是一个小时图如果大家对于技术分析的形态有更深一点的了解的话呢，其实这里是一个旗形的突破，然后呢我在这里看到这个机会之后呢是买入的但我当时候呢是不知道之后它是被纳入了标普500这些我是不知道的这是我在这里买了，并且呢设置了一个止损就是如果万一它跌破了回来这个区间的时候那就说明什么？说明是我看错了它并不是一个旗形的突破，而是它只是可能涨了一点之后马上回调那这里的话我是设置了大概5%的一个止损那就是如果它跌破的话，那我就止损，就是这样。那我是透过了这样的逻辑去捕捉到了这2只短期之内拥有很强动能的股票。所以你要输的话输5%但是呢两个都给你在几天内赚了30%多所以这个直播率直播率这个SMCI 没有30多SMCI 多少？15%，现在盘前跌了一点大概12%到15%左右12到15 OK。那你这个短线你的有没有一个
看到什么信号又会离场啊，或者怎么样啊？那第一点就是如果它有出现一种很突兀的走势啊，比如说你在这一天看到有一个大阴烛这样跌下来啊，那这样我是会离场的啊，或者是有其他的阴阳烛的走势，例如什么射击之星啊，或者是这种穿头破脚啊等等啊，那我是会考虑离场的啊。那第二点呢，就是如果它是到了一个阻力位的时候呢，我举个例子，就是想一下，反正如果我看到它到了一个对很重要的阻力区间啊，对对对，那我到时候我想到了，对，我是看 Monday 啊，当时候我在 GMP 说过啊，大概这里的位置，我说我看到它到了一个阻力位置的时候呢，我是选择离场的啊。OK，所以现场的网友或者看重播的网友，如果你听不懂好多的那些技术分析的技术用语的话，不要紧如果你觉得哎呀好烦啊，看这么多也不要紧像7pub也是做个长线的投资者，这个短炒是有点这个年轻人喜欢赚多点是可以辛苦一点，我是做一个长线投资者都可以的。我们 GMT 里面两个投资会讲的更多一点这个我喜欢一劳永逸的这样那好了，现场的观众想知道有2个问题3个问题。那第一个是特斯拉短期的走势，你可以也是做一个那当然没有人能预测这个股价的，我们只是做一个技术分析给大家看一下第二个呢是 Lemonade 看多少，第三个是这个黄金黄金的话，我们今天拍的视频正好是跟黄金有关的，所以黄金就我邀请这位John 这位网友留意我们的这个channel留意我们的频道我们应该几天后就会有一个黄金的那个视频出来了所以大家如果还没有订阅我们的话也可以马上订阅一下By the way，我们的订阅的那个Facebook 或者 YouTube 或者是 IG 都可以但是外面冒牌的也蛮多的，所以要订阅的话，大家要看到这几个才是真的最主要是看一看这个订阅的人数或者追踪的人数都是超过10万的 ，YouTube 是148K现在是14万8的Facebook 接近101了也是感谢大家的支持。如果还没有订阅的话，支持这个订阅一下，这样的话也可以下一次我们又有突发的直播啦，或者是视频上传大家都可以马上拿到好，黄金留待我们的那个出来了那还有人说有没有人想知道 Bitcoin 一会儿我们还可以上面有留言说过，有说 Bitcoin 是吧？好，那我们就看3个 Bitcoin、特斯拉还有 Lemonade。OK，Rich go ahead。首先我们来讲一下这个是 Tesla。那我先说技术面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基本面。这个应该是对的，对吧？反正呢就是我们看到它的基本面呢，其实它在最近的这2个季度都是可以说一般般或者是不太好的。那再加上它有跟其他竞争对手竞争的时候，它也是有开始降价的这个措施呢，也导致了你看它这里的盈利它是增长的那个百分比是越来越少的。那这个其实是一个不太健康的一个数字。那再加上你看到现在这个电动车的这个行业也是竞争越来越大的，包括你看到现在比亚迪也是在降价去抢市场。那其实我觉得呢短期之内其实可能它的基本面不太好那长远来看的话呢，可能电动车也是有这个市场和趋势在这里的讲到特斯拉昨天的新闻就是有一个小股东告这个特斯拉说这个奖金给Elon Musk 的奖金给了太多了，结果呢 Delaware 的那个法院还是判了那个小股民胜诉了
所以 Elon Musk 要还特斯拉56亿美元的报酬但是呢，那个特斯拉应该又要给那个律师6个亿的美元的报酬，因为他们打输了这场官司所以特斯拉的股民突然之间你多了56亿，但是又付了6个亿的律师费，就是这样 ，OK 那其实我们来看技术面的话呢，如果大家有看过之前的技术分析的影片的话，你可以看到现在它其实是在200天和50天线的下面，那其实是一个比较弱势的趋势。那我觉得有更好的选择了。现在如果你作为一个投资者的话，现在香港比亚迪卖得很好，中国的电动车，香港是一个很自由的市场你是凭本事来的，没有什么美国的保护主义中国大陆的保护主义但现在香港卖的最好都是BYD所以特斯拉有很强大的竞争对手了那我个人当然是期待的小米电动车的出现，小米也是做了非常大的研究研发费打进去的好 OK， 港股有好多那港股的话个别股票我们不在这里做推荐了GMT 里面我们会讲好多的港股的一些分析案例的分析，但是要有基础不懂股票的话买的话，我们还是很害怕你买错价位，结果就又不懂得走，不懂得风险管理有兴趣的话可以有缘分到 GMT 来，我们来一起探讨好吧？好 Lemonade 我之前在 GMT 也有讲过，它这里是一个 potential 的一个支持位然后呢它就有个反弹现在呢是升破了200天线和50天线By the way， 我们再补充一点Lemonade 我们上一次在 YouTube 的视频里面有讲过，它的业绩报告出来之后，我们马上要给大家分析。我们当时看 Unity 就不要碰了Unity 我们看到一直在往下跌，对吧？但是呢，这个 Unity 往下跌所以我们的视频还是有很多的含金量的那 Unity Lemonade 当时我们说会有一个调整但是呢，它的业绩报告其实出来的业绩是很好的，所以在它这个调整之后，当时我们看到 RSI 72是一个超买了，之前头部超买涨了很多的这个 RSI 之后有一个调整那调整之后，因为它的业绩我个人觉得还是蛮不错的，所以它到了Rich 刚才所说的那个支持位之后又开始往上走了Rich 又交给你做一些技术分析了。我刚才在西法法讲到 RSI 的时候呢给大家展示了这个是它的相对强弱指数，然后呢在业绩之前曾经到过了一个超买的阶段那好的，我们来你现在要我预测看多少呢？我真的告诉不了你但是因为我们也没有水晶球，对不对我们只是用技术分析去判断它的支持位、阻力位在哪里，然后呢再来看一下它的整体的股价的走势是怎么样的那下一个阻力位呢，可能是在18块多这里吧这里画的不太好，应该是这里这里可能是一个18块4有个阻力位，可能是一个其实它应该是一个区间的，应该是这样来画OK 那可能在18块多然后呢它可能是有一个阻力的区间那到时候我们再来观察和留意它的股价的走势和成交量到底是怎么样。所以我们看到支持位是在16块多少？16块，这里16块16块左右，15、16块左右那个阻力位是在18块。OK， 好，那我们讲完 Lemonade， 讲下一个就是Bitcoin OK 我看有人想说 Bitcoin 那 Bitcoin 我们只是回答问题我个人对 Bitcoin 是不买的我不建议大家买，但是我们作为一个技术分析来看一下
市面上当然有人买 Bitcoin， 也有资金在追 Bitcoin。那我们就想买的，我们来做一个技术分析。但是我个人不买，也不会推荐大家去考虑 Bitcoin， 因为 Bitcoin 背后的东西，我觉得还是比较虚拟了啊。OK， 现在呢，我们看啊，它这个是一个周线图的通道啊，它现在呢是刚刚突破了这个中轴之后呢，再继续往上涨啊，曾经是涨到了接近2021年的时候的新高啊。那我们看到这里其实也是一个阻力，等一下，这里啊，然后呢，它现在可能会有一个回调啊，然后当这个卖方的力度被消化的时候，差不多的时候呢，它也有可能它会继续涨上去啊，有这个可能性啊。如果继续涨上去的话呢，这个通道的顶部大概是77000、78000左右啊。那但这个呢，我们是真的没有水晶球，我们也不能预测未来它会不会真的涨上去，我们不知道啊。但是如果它涨上去的话呢，下一个阻力位呢，可能是这个位置左右。OK， 再说一次啊，Bitcoin 太虚拟了，而且背后我们看不懂啊，所以刚才纯粹是一个技术分析啊，不是任何的投资买卖的建议啊。我个人我们两个都不投 Bitcoin 啊，不投虚拟货币的。OK， 好，最关键是那个波动太大了，我投了之后，对我来说我是那个睡不了一个好的觉啊，它波动很大。然后呢，我是相对来说会想去投资其他的股票啊，专注在股票的投资上面啊。OK， 好，今天差不多了，是不是啊？有人说港股，我刚才说过了，我们 GMT 里面有讲很多港股，但是港股需要事先的基本功先打好的因为港股现在只能说真的是很便宜整个市场是对那个中国大陆的经济是过度的悲观了当然中国大陆的经济有它的挑战。我们之前有讲过但是现在股价是过度的悲观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美国的资金美国的政府也有叫这个美国的退休基金啦，某一些这个国家可以影响的基金啦，都要撤离港股和中国股票第三个，美国也是经常用一些制裁啦、黑名单啦来搞中国或者香港的股票我总体来说就叫中概股了那所以有些投资者就觉得，哎呀，买港股的风险很高，从此撤离那我们也看到这个现在其实美联储是在量化紧缩的 QT 量化紧缩把资金从市场上抽走，但是 AI 的板块涨了很多，日本的股票涨了很多。印度的股票涨了很多，对吧？那这些资金从哪里来呢？其实我个人觉得很多的一部分的资金是从港股、中概股撤离走了去这个买日本的股票或者是印度的股票所以在这个以前我们也拍过一个 YouTube 的视频，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在经济的周期来说我觉得现在没有那么差，现在应该是中国的经济到底了。但是在资金的层面，短期的股价还是看资金的层面，在资金的层面的话，现在这个资金是撤离走了，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真的不知道。但是有个好消息就是现在股价便宜所以你要用便宜的、有折扣的，相对这个价值有折扣的价值投资法来讲的话，如果你又有很长的耐心又做好风险管理纯粹用一个长线投资的角度来说的话现在的港股是我个人觉得是最吸引的就这样但是如果你要这个视线短一点的话，短炒的话，那当然Rich 现在看的美股，特别是 AI 板块里的美股都会这个哇 John 一下子问这么多问题OK， 那我们讲完港股之后呢，所以港股我觉得是适合一些
而且是不等用的钱啊，你要放几年，等它中国的经济复苏之后。我们之后还有一个视频是讲中国的经济什么时候可以复苏啊？我最近看到有一个因素会导致这个生产业，全世界生产业和供应链再回到中国的啊。那当然这个如果发生的话，对中国的经济和股市会很好啊。香港的股票香港的楼市呢，当然短期有一个刺激，就是香港的港府撤辣撤掉了所有的这个stamp duty 的 SSD3个SSD BSD的这个不同的这个额外的印花税是撤离了，而且呢是这个银行的压力测试也撤离了而且是可以借更多的钱了所以现在全世界的投资者想来香港买楼的话，有多少可以买多少也不像以前那样不能买。所以包括本地的投资者，如果想买多几套楼的话，都可以买了所以一定会买楼的人，一定会有买楼的这个这个投资者就是不喜欢股票啦，不喜欢其他的，就喜欢买楼的那如果是在我来说又可以买股票又可以买楼的话作为一个投资来看的话。那当然，现在是香港的这个股票要比楼更有投资的价值投资不是说明天股价会涨还是跌，纯粹用一个收股息，和它的背后的价值有没有一个折扣来看的话，我觉得是股票更有投资的价值。所以我个人觉得，在美国降息之前。那香港的楼你租金收回来还是个负现金流没有那个投资的价值，没有股票那么多。但是呢，这个我个人觉得，当然另外一个香港现在的经济也不是太好，这也是一个负面的因素所以我觉得短期有一个刺激的那个作用，有些人会这个因为政府的招数撤掉了会赶进去我也欢迎其他的海外的朋友跑来香港买楼香港也是有它的一个优胜的吸引的地方的，要不然我就不住在香港了，对不对但是呢，这个我觉得长期来说的话，还是要等到美国降息和香港的经济变好这两个是很关键的OK， 好，那这个其他的都没有什么问题了，对吧？那好，还是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频道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跟我们学习可以从免费的视频 YouTube 视频学习我们最近也做了很多的 Shorts 这个短片学习，或者你想学多一点，有整个框架的话，选股5部曲当然你想跟每个星期五跟我和 Rich 还有另外一个导师一起来全世界找这个投资的机会的话，可以考虑 GMT 欢迎这个风俭由人欢迎大家根据自己的兴趣来跟我们一起学习，一起在股票市场里面或者是投资里面找机会你看 Rich 今年才21岁，通过学习之后可以做出成绩来所以今天我们所有的演示也是给大家看到年轻人21岁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投资的成绩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回报学习还是有回报的，好吧？那我们下次再见，感谢大家今天的参与收到价值的也麻烦大家把今天的直播分享出去，鼓励我们之后做多点直播，给大家一起更多的价值。OK， 好，拜拜。